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国际形势对中国政府来说越来越不乐观。我们看一下最新的澳大利亚民调显示，现在有超过71%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中国在未来20年将会是澳大利亚的军事威胁。在所有的受访者当中，表达对中国信任的人只有17%。同一家澳大利亚的智库在6年前就做过同样的调查，当时这个比例是52%，仅仅过了6年，对中国的信任从52%暴跌到6%。针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下中国对澳大利亚是经济伙伴还是安全威胁？5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安全威胁，44%的人认为是经济伙伴。在这个问题上稍微有一点矛盾心理就是大家认为既是军事威胁也是经济伙伴，毕竟澳大利亚跟中国的经贸往来还是比较密切的。包括这次在瑞士举办的乌克兰和平峰会，有100多个国家参加，但是澳大利亚却没有派出总理或者是外交部长，因为他们要留在澳大利亚接待来访的中国总理李强。那对澳大利亚来说乌克兰毕竟还是很遥远的，俄乌战争对澳大利亚的影响没有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影响那么大，所以说澳大利亚可能更加重视跟中国的商贸关系。那当然了，这也是跟这个澳大利亚的政府有关系，就是现在是工党政府，属于左派的阵营，那么对中国相对来说会比右派更加友好一些。但是即使如此，即使是一个对中国比较友好的政府执政，跟中国的双边关系其实也回不到过去了。虽然在最近这1-2年稍微有所缓和，但是总体而言，双方已经失信了当双方失去对未来的信心的时候那么这个关系就很难维持，即使维持也是眼前的短暂的金钱的利益而已这是极为脆弱的。一旦贸易有任何的纠纷，或者是这个脱钩继续的进行，那么这个纽带也会很容易被斩断。就像说加拿大跟中国的关系一样，我之前一直在强调，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今天的加拿大政府是自由党政府，其实是最亲中的，最喜欢跟中国交往的。但是我们看到中国跟加拿大的双边关系就是在自由党执政的时候跌入谷底的，所以这是大势所趋，国际环境所影响的中美新冷战所造成的结果，不是任何个人能够扭转的，也不是任何一个政党的政策能够扭转的。所以说大家只能说在自己手头能做点是点，对吧？照顾一下经济利益，跟中国去进行一些商贸的谈判，对吧？仅此而已。但是这种缓和也只不过是强弩之末了，特别是这些政府都是民选政府，这些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所以说当民意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不存在在中国的友好，不存在在中国的信任的时候，那么这个政府，人民选出的政府或者国会，自然对中国的态度就跟过去有很大的差别了。所以说中国政府呢喜欢制裁一些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欧洲的一些政客但是这些政客他们更多的是代表民意的，其实你制裁这些政客是在制裁这些国家的民主体制，是在制裁这些国家的人民那你跟这些国家的人民为敌，能有好结果吗？而中国政府呢要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就说都是一些个别人士反华分子搞的鬼，他们是冷战思维，他们是充满意识形态的，他们就是见不得中国好但是外国的人民是友善的，是我们可以拉拢的，可以统战的，可以相互交流的是可以友好的。他试图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切割开来，就好像这些政府不是人民选出来似的。最典型就是对台湾，对吧？说天天的在中国官方媒体党媒上面骂民进党政府、民进党官员，好像这些官员、这些政府他们都是邪恶分子，然后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立场都是他们都不知道从哪来的然后台湾人民都是友善的，都是心向祖国的，都是支持两岸统一的。共产党其实用这种说法在自欺欺人而已，事实却不断的打他们的脸。他们制裁了谁，谁就能够当选，谁就能够继续的执政。台湾人或者全世界各国的人民用选票打了共产党的脸。最近我们看到了在欧洲很多的国家，特别是欧洲议会在选举，右派的人士纷纷的当选，就可以看到整个欧洲开始向右转。比如说宣布退出一带一路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他所在的政党在欧洲议会的选举当中获得意大利最多的选票。另外，右翼政党在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都名列前茅。比如说，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在该国处于第2位，甚至超过了德国总理舒尔茨所在的社民党。还有，在欧洲议会当中，马克龙所代表的复兴党输给了庞勒的极右翼国民联盟。还有在荷兰，极右翼政党也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他获得了6个席位，而在上一次的选举他只获得1个席位。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欧洲方右转，那什么结果呢？就在最近，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这个星期公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这是美国在刚刚拜登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增加100%的关税之后，欧盟的举动。欧盟一定会步美国的后尘，这个我们之前早就说过了。但据说这个比例可能没有到美国的100%。其实很多欧洲的汽车企业并不支持这种关税，因为他们害怕的是他们在中国的生意受到损害，就是他们认为中国政府会报复，而中国政府也这么说了。最近还开启了对法国的白兰地酒启动反倾销调查，而且最近还通过了新的法律，可以对其他国家进行关税的反制措施。那么当欧盟宣布对中国的电动车施加关税之后，想必中国政府也会有反制措施。别忘了，欧盟还对中国有其他的反补贴的调查，据说要持续到今年10月份。所以这说明了，不光是电动车要增加关税，还有其他的商品可能在今年或者明年也会增加关税。那么这个贸易战当然要继续的打下去了。说完澳大利亚，说完欧洲，我忘说了一个，就是菲律宾。据菲律宾的一家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现在目前有高达70%的菲律宾民众都认为中国是该国最大的威胁，并且他们也支持本国政府加大在南海的军事部署。这是跟菲律宾大学合作的一家民调机构他们公布的结果。这个比例认为中国是菲律宾最大威胁的比例高达 76%， 排第2的是俄罗斯，占 9%。 73% 的民众支持政府通过军事行动来捍卫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包括加强海上巡逻和军队驻扎。就这个比例啊，你想菲律宾的总统，菲律宾的民选政府，他能不听从吗？他能不跟着民众的意思来做事情吗？这为什么今天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会有这些行动啊？包括加强和美国的军事联盟。现在我们看这些国际新闻当中，在南海菲律宾跟中国冲突几乎是天天上演啊，所以最近这几天我都没有报道，因为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在有冲突啊，然后每天都有释出很多的影片啊、图片，不是你撞了我了，就是我用水喷了你了，要不然就是谁又拿着枪对准了中国海警，天天都在发生啊。所以菲律宾跟中国的关系一定会好不了，澳大利亚、菲律宾、欧洲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要说，不是中美新冷战，而是中国跟全世界的冲突。当然你非要把一些非洲小国加上去，说这些国家还是站在中国这边的，但是他们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分量又有多少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我看到在中国有一个德国粉红，之前我们节目中也介绍过，叫做海文娜，他发了一个微博，他说他有一个德国朋友曾经问过中国外交官，说有这么多反华分子啊，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去使用一些隐秘的带有威慑力的手段去打击那些破坏中国利益的欧洲反华分子啊？比如说炒作新疆种族灭绝的郑国恩，这意思就是说要暗杀他，或者是要怎么样，对吧？对他产生人身的威胁。多说一句，郑国恩是剑桥大学人类学博士，曾经发表过他的独立研究报告，关于新疆维吾尔人如何遭到中国政府的迫害。我们看到中国外交官怎么回复的，至少根据海文娜的说法，中国外交官说中国政府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际正义力量，这都是官话套话了。总之就是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很正义的，不会像过去美国跟苏联做的那种事情一样，说的好像他们多么正义啊，从来不迫害别人。他们在境内，中国境内迫害了多少人啊？他只不过是因为这些人是生活在国外的外国人，他没有办法去把手伸过去去迫害他们。其实有一些在海外的华人已经遭到了威胁、逼迫，各种威逼利诱啊，禁止他们发声，甚至想把他们绑架回中国。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都发生过啊。这也为什么所有的公开反对共产党的人士是不会去什么泰国啊、越南啊，因为中共的手已经伸向东南亚的很多国家。所以说他们不是不想这么做，
不是说因为这个做法不正义，而是他们没有能力去针对一些比较国际知名人士去对他们下狠手。毕竟今天中国还仍然依赖外资，还要保持全球化当中的这个正面形象啊。虽然这个形象越来越负面，但是他们这个面子还没有完全撕破。做出这种行为的话，他们知道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打击啊！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而且这些批判中共的人士，他们也都主要是知识分子，所以对共产党来说，威胁还没有到达那样的程度。共产党最关注的还是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只要还没有动摇他的统治、境内统治，他还不至于做出这样的这个得不偿失的行为。他们会有一个利弊的分析。当然了，即使如此，他们的手其实也是越伸越长的啊。在海外对共产党的威胁也不能够掉以轻心。所以说，谈到了国际关系，谈到了维护国家利益啊，那么本身这种做法就没有所谓的正义性，没有正义性可言。虽然有一个国际共识，但是很多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会破坏这个共识啊，哪怕是美国，哪怕是苏联，哪怕是俄罗斯，都是这样。只不过呢，因为这个国际秩序是由美国带头建立的，所以美国相对来说这种做法还没有太大必要。但是我们看到了俄罗斯的普京暗杀了好几个批判普京、批判俄罗斯的一些知识分子。但是因为中国跟俄罗斯还有一点不同，它跟欧美的经贸往来比俄罗斯要密切得多。俄罗斯现在已经是直接跟北约正面为敌了啊！但是中国还在想办法浑水摸鱼，所以它现在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当什么时候中国过渡到跟俄罗斯一样遭到全球制裁，甚至是兵戎相见，到那个时候，中国只要有能力，它一定会把手伸向全世界的。但是我认为有可能我们看不到那一天了啊，因为它还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让所有的批判中国的人都闭嘴，甚至肉体消灭。他还没做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自己已经要完蛋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洋五毛、洋粉红，他们的心思有多坏。这些人真的不只是背叛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家，也背叛了从小长大给他们带来安全繁荣的这种自由民主制度，然后投靠了一个万里之外的把西方世界当成敌人的集权政府。没办法，西方社会也会出现一些蛀虫。最后我们再说一个国家，就是美国的另外一个重要盟友英国，最近跟中国大打间谍战。在之前我们讲过，英国政府公开起诉了3名为中国效力的间谍，结果中国政府为了报复英国，也宣布他们抓捕了一个替英国做事情的中国间谍。中国国家安全部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说，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报官策反了一名姓王的男子，说这个人为中共政府工作，在一个交流项目当中访问了英国，说英国情报局对他进行了间谍培训，指挥他回国收集情报。这个王先生的妻子姓周，他也同意了替英国政府去从事间谍活动。公安部说，这个王先生到英国访问的时候是在2015年，也就是这是个老黄历了，很久之前的事了。公安部还说，在今年1月份也抓捕了另外一个海外咨询机构的负责人，说他是英国间谍，而这个人不是英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是来自第三国，说他向英国提供了14份中国的国家秘密。我真的觉得一个外国人在中国能够获得国家机密，到底怎么获得的？我也很好奇啊。在中国没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啊，什么都算是国家机密，只要共产党认为这是机密就是机密，他认为你是间谍你就是间谍啊。他不像西方国家有公开合法的一个司法程序，公安部这次公开的信息也特别的模糊不清，到底叫什么名字，到底在哪个部门工作，到底窃取什么样的机密都不说啊，什么都不知道啊。你编故事也没法这么编，对不对？然后呢，他也没有任何的公开的起诉法庭的文件，对吧？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在英国，我们可以看到他起诉了谁，叫什么名字，做了什么事情，对吧？大家都是公开透明的。所以说，中共公开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办法去核实。但是中国公开这些事情，等于是在对西方做一个反击。但是这种反击其实是很无力的，因为你不管英国抓不抓你这个中国的间谍，你中国也会抓西方的间谍，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不是说因为你抓了人我的人，然后我再抓你的人，像上次对付加拿大抓捕孟晚舟一样，并不是，而是你抓捕了我的人，然后我把过去我抓过你的人的事儿可以讲出来而已。但是从英国政府的官方态度就可以看得出，他跟美国是紧密合作的啊，都是五眼联盟的成员，都要继续的这个防范中国的渗透跟统战。那么除了英国，还有刚才讲到的欧盟，
跟中国开始打贸易战啊，澳大利亚、菲律宾都开始跟美国结盟，共同的应对中国的威胁。这是来自于各国的民意，任何政府都没有办法扭转，所以国际局势对中国政府是越来越不利了。那么改革开放还能够继续走下去吗？国务院总理李强现在四处游走，他之所以能这么做，其他国家愿意让他来，那么当然也跟美国和中国的缓和有关系啊，就是布林肯访中，对吧？习近平见拜登，在这个基础之上，各国家开始跟中国慢慢要恢复一部分经贸关系，但是它能持续多久？是不是很快又发生了其他的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的纠纷，以至于它的经贸往来还是会继续的脱钩，然后互相大打贸易战？这种所谓的恢复关系是非常脆弱的。我想过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形势继续的朝向脱钩、制裁、围堵、冷战的方向前进。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